好，稍等一下啊。好，可以開始了。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的直播間。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七仙女的六公主，然後坐在我旁邊的就是傳說中的七仙女的老七子兒。我們今天呢，對，首場在咱們這個平台直播。我首先跟七公主，就是跟大家問個好，也介紹一下我們七公主是誰。這樣，這個七公主先自我介紹一下。大家好啊，我是玉皇大帝的第7個姑娘，也是我們這個天仙配裡邊的主角。对。從下凡以後就累生累世都在人間，沒有回過天堂，沒有回過天上。然後呢，這個每一世都在人間，都是救人，做這樣的工作。那七公主此生的使命是什麼？此生的使命和之前的使命是不一樣的。大家都知道，現在三界大亂，所有的上神全部下凡，那麼365路這個上神呢，全部在人間。我要聚集1600位神仙，也就是365路神仙，然後全部給大家找到回歸天庭，在人間為三界辦事兒，這是此生的使命。那我們如何就是識別這些人跟其他人有什麼區別呢？比如你會覺得我自身不凡，我和常人不一樣，我的磨難頗多，比如夜裡還有夢境會飛的，各種還有身體不好的，這些等等，对，都有。還有一些比如說比較迷茫呀，此生感覺自己不是凡人，使命是有使命，就是活在這個世界上一直在找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的這些人，應該都是我們需要找的人。然後比較迷茫。对，那比如說看到這個人之後，你就知道他的元神是誰嗎？對。然後他們在天上的職位啊什麼都會有。對，我腦子上面大家都知道 DeepSeek 豆包大家都要提詞。我這邊你只要過來一個信息，我就知道您是誰，您的職務又是誰等等一系列的，你的家人是誰為什麼在天上，又為什麼下來，你的使命又是什麼是這樣。那比如說就是七公主此生的使命就是找到了這些1600多位就在天上任職的各位神仙，找到之後呢，給他們元神歸位。大家現在網上一搜都應該會有一些在我們國內會很多元神歸位之類的說法。那麼就是另一個自己和現在的肉身的自我合二為一。就是所謂的宇宙那個高我跟你這個肉體的這個小我，然後就是天人合一。對。那找到之後，就是所謂的打開封印之後，他們會有什麼跟平常人有什麼不同呢？各種不一樣吧。比如我身邊的有一些學生，現在有100-200個學生，各不同。他們會通過眼通、耳通、心通最基本的這3通，5通之內最少通3通的這種比如他立馬會看到對方的這個人是妖是魔，它都是不一樣的，他會瞬間腦子上面會下載會有這些畫面心裡面會有數字，比如說這個人的財運好不好，是吧？婚姻關係好不好，他都能知道瞬間就像 DeepSeek 一樣，不用提词，瞬間知道。
那找到这些人元神歸位了之後，就是找到各自的使命，比如說有一部分人，你就是以商業践行修行，对不對？对。然後那有一部分人可能他就是封印被打開了之後，他的使命可能是去度更多的眾生。對。那整體的這1000多位神仙找到以後，最終的目的是否是為了世界大同而來呢？必須是為了世界大同。所以我們在中國，在全國各地、全球都有我們自己的家人。1600位上神分布到全世界的每個角落，所以才有了我們的此次的直播開始。非常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那你為什麼能就是講一下從一開始到現在的故事，就是給大家講一下，就那你為什麼你能識別就這些？難道是因為沒有喝孟婆湯嗎？封印沒被關嗎？對，從小就能看到這個家裡面的老神仙啊。還有晚上9點左右這些晚上的這些另一個世界的阿飄呀，我都能看到。但我認為的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那個時候是不知道的啊。家裡邊的姥姥給了一句誤導，因為我們從小我就是吃香火長大的。我們家初一十五擺大供上大香，因為我們家開醫院的。那麼姥姥的信仰是非常好的。那我認為我看到了，有一次我就在家裡特別淘氣，鬧他們。他們是什麼呢？他給我的人間的這種關係，就是因為他們也欠我的，我需要鬧他們。我小時候都是不聽話出名的，哭一天都沒有問題，還不累。哭他們哭的都不能提見我的名字，他就鬧氣，就是老家話這樣啊。然後呢，我就是哭着哭着家神不安，太鬧騰，他們會打我。打我很疼，有體感。然後我就跟我姥姥說，我说姥姥，那有人那個老頭打我。我姥姥知道我們家有家神，姥姥就說哪個老頭？我就說那個白鬍子老頭。那我現在還記憶猶新呢。但我姥姥說一句話就誤導了，她說他打你就別哭了，鬧得咱家神不安。這一句話就誤導了我認為是大家都能看見。後來我舅舅又給我重複，我舅舅在旁邊就嚇得雞皮疙瘩一地。這是後來給我講的。我做這個事情以後才講的。當然我們所有家人都知道我不是一個正常的人。後來就是當我真正的走向這條路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是累生累世不喝孟婆湯、不關閉封印的，和正常人是不一樣的。对。從小就跟別人不同。那你現在還記得打你的那個老頭長什麼樣子？你知道他是誰嗎？我們家的一個老神仙，是一個藥神。藥王那邊的一個神仙。不光能看到，然後還能直接交流，聽到他的聲音。對，我這每年回去我舅舅家拜年的時候，看見他都會笑一下。小時候太鬧騰，不好意思了。聽到聲音，能正常溝通，能摸得着嗎？我能摸得着，但是沒有那種體感啊，就不像我們手拉手的這種，我們是這樣，但是沒有感覺，沒有真正的像我們這樣握手，是那樣的一個感覺，既真實又不真實的那種感覺。他畢竟他們屬於是5維乃至9維之間的人，我們屬於3維4維，現在我們地球整體升為5維嘛。對，沒錯。但是也有很多人是接受不到5維的這個能量的。是的，那也得根據人的灵性了。对，是的。那我就是還想知道一些，比如說，那你從小就是這個樣子，那個時候你就知道你的使命是什麼，就知道要幹嘛了嗎？不知道。我認為大家都會看到。是這樣。就我正常上學、正常生活、正常結婚生孩子，這都是正常的。那是具體從什麼時間開始，就是必須就是承接了這個使命，知道自己是成大願而來的呢？
19年的时候，我18年来郑州做我的右脑公司，然后来到这之後呢，就19年一個夏令營。當時我們整體公司的這個18年來開的公司，19年那個時候疫情還沒開始，我們做了夏令營的時候，我一幫學生，全國的學生有幾十號學生，加上我們的老師，去到我們鄭州北邊有一個富錦生態園，然後呢，我們右腦教育中間有一個感知力，我帶孩子去上那個一個龍王廟那兒，也拆掉了，去那裡去感知一下，那裡有靈氣，就知道這些事情。然後呢，帶孩子去感知，我就往那一坐，就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會，就是雙手這樣一弄，我就覺得這個孩子要安全，哇，七彩光，我說這猜的吧，七彩光出來了，然後5分鐘沒有到，龍王就出現了，我認為的是龍王，20多歲的樣子，長得非常帥，穿着那種絨袍，黃顏色的。然後他就跟真實的真人一樣的，就像你看電視一樣。你肉眼所見，對呀，就是跟平常是一樣的，只是說我摸不着他。对，就像電視一樣摸不着他這樣子。然後的話呢，他就背手看着黃河，我張嘴就這樣說了，我說我有什麼可以幫您的嗎？我一下就不打坐了，嚇自己一跳，自己怎麼能無意識當中？你是一個凡人，你幫誰呢？你怎麼能幫一個龍王呢？我認為我們是打擾到他了。後來知道他是東海的龍太子。東海龍王家的。對，龍太子。龍太子。此生也在人間。這幾年也找到了。真人。然後也給他合了元神。是這樣的，一直保我多年。那當時出現的時候，你沒有感覺，因為對也不會感覺，因為從小到大都能看得到。我也覺得沒有啥呀。沒有啥。然後你倆交流了嗎？交流了，他沒有理我。後來我就想，我帶着孩子趕緊走，那裡不太安全。我們孩子還有很多感知到各種不同的這種，另一個世界的東西，包括我兒子，他們右腦都很厲害。我兒子當時也是老師，那右腦非常相當厲害。感知的東西非常非常多，各種。我說好了，半個小時沒到，我坐那都沒5分鐘，5分鐘發生這樣的事情，你想想接下來我多緊張，這些孩子是吧？太不安全了，然後我就領着孩子趕緊回來，半個小時沒到我們就撤了。撤完之後回來以後，那我想着他該走他的，咱就離開他的，有什麼我就沒再看他。帶着孩子走完之後，這個夏令營結束完了之後。我回去之後就是看見他在門口站着，來到我的客廳裡面。就像這樣。家門口。對，就這樣。他進來。他能進來，我開不開門？那你能看到他是如何進來的嗎？你說是門也沒用啊，直接進。就是會不會像電視一樣那樣穿牆嘛？穿門嘛？對神仙來說是這樣的。我們大家都這樣，我們大家元神都這樣。那直接過來就坐在那裡。我之前還跟着我孩子奶奶信聖經，信基督教，我還幫聖經。我結完婚以後去基督教那兒，跟了他們信仰，信基督教实际。那後來我也有聖經書啊，這個讚美詩啊，我全拿出來，就像咱倆這樣。曾經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我又去信耶穌了，但我也能看到耶穌嘛，但是後來。在講耶穌這件事情，就是像這樣子，我把書拿來，我說呀，咱倆井水不犯河水，你看我信基督教的，就像咱倆這樣交流。你是不是曾經看到電影，如果拿上這個有暗物質的話，可以直接拿着聖經去寫去寫。我說你不怕嗎？我問他你不怕嗎？不搭理我，嚇不到真神。對，嚇不到他。我說你都不敢碰吧？他也不搭理我。真的，我那個時候，我覺得他咋不怕呢？他咋那厲害？就是再後來第2期的時候就不行了，直接跟着你得出了。那是7月份的第1期夏令營。他也沒有回應嗎？就不搭理我。那從什麼時間開始你倆溝通？第2次的夏令營的時候，他也不怎麼說話，
那个时候我也可我都直接怼，离我远點，我是做教育公司的，就這種。那你是怎麼知道自己的身份的？後來就指引了嘛，直接說，你啥事幹不成了，你9月份你看夏令營結束完了之後，公司開始出現一系列的虧損，開始招加盟商不好招，招完之後沒到年底的時候就開始出現各種問題，這個加盟商要退費的事情，公司出現一系列的問題，你能看見他，你也沒辦法，天天一個人打你。聖經也下不走。後來又諮詢我身邊的那個所謂的風水師嘛，然後我就說，我看見這些咋弄，怎麼結束，怎麼辦？人家都說你不是這個耶穌那邊的人，你就再回歸你的原位了。我就直接問他，我要去哪兒？為什麼要跟着我？我開始，你看你在反問的吧，就直接出一條線。指向泰山那個位置，我都不知道是泰山。我認為東北那個位置應該是長白山啦什麼的。一搜剛好身邊也有懂這些，稍微懂這個地圖的人嘛，你看我都不懂。一搜說，我一看，好了，不是長白山，就這個泰山，得上山頂，直接就知道。自己都知道了。好，上泰山，去到那兒也不知道給了啥，反正去了也不知道給貢品啊，當時就給一杯水去上樓了。上去了，上到山頂，供個水，給了東西嗎？給了好多吃的呀。沒到地方都看見他們都在忙，然後那是沒去之前。看見誰們？玉皇大帝和王母嘛。中間有一次我們在茶室喝茶，來了一個姐姐，說，你得走這條路了。我說，她本身她是能看見的，我本身自己也要做這件事情，她指導了一句。她說你要做這件事情，我說為什麼？說你不覺得你公司不順嗎？人家也會看。我說要，那確實不咋順。他就說，那你想不想回去看看你真的是誰？我也沒想我是誰。那個時候他提醒一句以後我往那一坐，自己的元神就這樣，就看着自己飄到天庭去了。上到大殿上面。一看玉皇大帝和王母在那裡坐着，就像西遊記裡邊拍的，雷同。我就開始在大殿上往那一跪，沒有墊子，直接往那大殿金光閃閃。我往那一跪，還沒跪呢，玉皇大帝王母就慌着來抱着我。我說為啥叫我下凡？為啥叫我受那麼多苦？為啥婚姻所有東西都不順？為什麼那我公司也不掙錢？人家都掙錢，我負債。我說這收那多學生還負債，是不是？就問那10萬個為什麼開始了，一直開始落淚，知道是他家孩子，就已經知道他是爹娘了，就是這樣，然後哭，一直哭。我就後來又問我是誰，我說你家孩子誰？小七啊，直接叫你小七。我瞬間明白。我還不知道有天仙配啥之類的，都不知道。自己那個時候，你看《新聖經》上面18年，你都不知道這些，這個道教的所有東西。那就開始一系列的發問、埋怨，為什麼？誰埋怨誰？我埋怨玉皇大帝和王母呀。為什麼讓你的孩子在人間？為什麼受那麼多罪？這各種啊，使勁的哭，足足跟他們聊了4個小時，哭了4個小時，就自己那個時候渾身都腫的，累的了。那後來呢？我這樣一抬頭哭完了，我說你怎麼在這兒？又是那個龍王。那個時候才知道，對，那個時候才知道他是黃龍，是龍太子，他就報了。那個時候張嘴說的話報了。他是東海的龍太子，然後帶我去天庭找了我們家人。他家裡邊家族裡邊也有事情，等我上天庭以後，給他家族裡邊的事情解開。一系列，從那個時候知道，再後來從那個時候又知道，就那當天下午知道必須去泰山。10月14號記得非常清楚。爬了泰山頂，後來以後慢慢陸陸續續會告訴我去哪兒，該幹什麼。就是這樣的一個系列的流程。那個時候我是不幹的，我說這給我有什麼關係？我要做教育公司呀。
2020年還在憋，2021年也在憋，就是各种不干。直到最终虧损的公司直到关门，负100万。好了，那接下来我就说，那我好好干不了，那叫我立佛堂就立呗，是吧？给老神们请回来，家里人请回来，那佛堂往上一立，立马进账，立马有人来看事儿，解释，可多，就瞬间你开始火爆，原来是路错了。所以人间的这些人也有背道而驰的时候，你没有找到自己的使命以后，也是像我天命所歸嘛。对，是的。所以每个人来到人间，都是带着使命来的，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使命不同。对。那至少就是在七公主这儿，大家知道，就人能解决人生的3大课题，比如说我从哪裡来，然后最终要到哪裡去？对。我此生的使命是什么？对。那我从哪裡来？就是我到底是誰？有很多人都在迷茫，知道自己不平凡，但是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来人间为了什么？对。就像我回家也是这样一个状态。那咱们给就是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做这個頻道吧。為什麼要做這個頻道？就是去來打開在 YouTube 上來打開跟海外的一些華人呀，是有另外的安排的。也是使命所在。剛剛也提到，要找到我們自己的家人，讓他們元神歸位，在人間不再迷茫，不再痛苦，真正的完成自己的人生課題，跟着我修，100年以後回歸天庭，能考個滿分，或者是80分以上，檢驗的標準是80分以上，才能考慮你是否回天庭。所以如果現在有在直播間的朋友們，如果七公主剛才講的符合你，比如說夢境呀，比如說晚上做夢會飛呀，就是認為自己在這個人間是帶着使命來的，或者甚至會有一些第六感，很強的第六感，然後或者一直認為自己自命不凡的這些朋友們，接下來也我們會留出空餘的時間來跟這個七公主連線，然後可以去詢問自己到底是誰，此生的使命是什麼，未來要到哪裡去，等如果就是此生就是所謂的100年以後完成使命，那意思就是我們直接回歸天庭，不需要再六道輪迴。對。應該是可以這麼理解。可以。可以是，曾經我對着這100-200個學生說，我帶着你們活着見閻王，不再給咱算那些的陰間的一些事物10大閻王殿，簡單的過一過直接寫個筆錄，過了，不用再審訊。挺好的。那我們加入這個平台，會給這個跟就是直播間的朋友們也好，或者是關注我們、喜歡我們的朋友也好，能給大家帶來一些什麼，或者是讓大家從這個直播間裡邊學到一些什麼？最大的、最直觀的吧，就是來了解我們365路上神的這些一些歷程吧，一些小故事，他們自己的人間的一些小故事，怎麼樣最後成像我六姐這樣回家的分享一些這樣的小故事給大家，比如有對應的，一看是的，那就可以連線找我嘛，是吧？那一定會幫到大家的。那麼還有就是包括你的婚姻啊、財運吶，這個龍脈鳳脈呀，
啊，還有辦公室風水啊等等，只要您有需求，我這邊都能幫您解決啊。那比如說跟着修也好，然后学習我們這些國學智慧也好，其實這個中國文化智慧的核心密碼其實是什麼？其實就是心嘛。心是什麼，世界就是什麼。那我們學習這個中國文化也好，還是修行也好，其實就是我們這顆心。心是什麼，世界便是什麼。那麼，就是在我認為學習這個東方智慧，老祖宗留下的這些智慧，然後包括修行，其實修的就是这顆如如不動的心，讓我們從一顆玻璃心變成金剛心。所以我一直說，我說不是誰都有資格經歷磨難的，這些磨難無非也就是像打遊戲、考級、打妖怪一樣。那比如說我們東土大唐的唐三藏，对吧？經歷了9981難，那並不是他的業力所產生的，也不是因果循環而來的9981難，那就是上神為了讓他成佛，取道真經設計出來的9981難，還是為了度眾生嘛。對，所以我們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是不是就是如果知道了真正我們每次磨難都是為了讓我們成長，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那我們的內心是否能打開？然後從修心，先從一個人修，就是自己修好了，是不是整個小家庭好了？小家庭好了，自然整個家族也會好起來。家族好了，那自然而然國家就好，国家就好了，就世界就好了，对不对？是的。啊，所以說就是無論是這個大師預言的世界大同也好，這個應該是中西方共同存在的一個話題。就是我一直認為世界大同越是好大的一個使命，那麼這所謂的1000多位乘大願而來的神仙，就是為了完成這些使命。那麼完成的時候，其實也不要感覺就1000多人真的可以改變世界嗎？對吧？那麼我認為就是越是大的事情，大事要小辦，小事要大辦，對吧？這麼大的事情，小到從我們的起心動念，所以修行也確實是一件不易的事情，對不對？對，是的。啊，那咱們直播間現在有人嗎？那我們大概還有多久可以連線呢？隨時可以。隨時可以。那先跟直播間的朋友互動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啊？今天我跟這個親妹我們首場直播啊，有什麼問題我們都可以為大家解疑答惑。有一位觀眾說，就是在2026年做哪個行業更容易發財？請七姐幫忙解答一下。做哪個行業？根據這個本人的能量，要做火的，跟火有關的生意比較好一點。這個本人的能量，他非常善良，但是脾氣有一點躁，需要他調整一下，心態要調整，要穩。做火，還有紙的生意也比較好，他不能做水的生意。七公主，要不既然這是跟咱直播間第一位結緣的朋友，他可以多說一點，可以多問我一點問題。你先，他長什麼樣子，給他一個驚喜。這個叫他直接連線說也行。對。如果你感興趣，可以直接連線。直接連線的話，
你有可以什么问题是这样，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连线的工具，哦然后咱其实可以明天明天啊，明明天我们专门设计这个环节。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的，可以的。那就到明天，因为我们今天首场直播，准备也不充分，所以請大家諒解。明天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給大家連線。首先剛才這位朋友問，做什麼能發財？在這裡呢，我想說兩句。財靠的是什麼？就是小財靠努力，我要掙錢。然後中財靠什麼？靠運氣。就是從數的層面來講，每個人一生的這個氣運，它是有定律的。然後這個大財靠什麼？大財靠德行，就是積攢福報。但是現在跟前面的，因為五維地球升維了，五維空間啟動以後呢，就是現在的賺錢方式跟以前不一樣了。就是現在我們學習中國文化也好，還是學習這個一起就是共同修也好，就是我認為就是在未來的時代，就是心就是力量，你贏得了心多少心，你就擁有了多少力量。然後一定是真心不一定能換來真心，但是我們只要堅持下去，真心是一定可以喚醒真心，生命喚醒生命。然後我們都就是心與心之間去交流，做事情誠實一些，然後我們打明牌，可以透明化，包括我們中國河南許昌的胖東來這樣的一個企業，就是這樣，就是傳播愛，自由愛，愛自己的員工，愛自己的家人，愛自己的合作夥伴，愛自己的同行。那麼大家就會想，那對吧？同行是競爭者，我們為什麼要愛他呀？對吧？就是我們既然我們愛身邊所有的人，給所有人賦予愛，因為現在天道規則改變了，就是像以前的靠投機取巧呀、坑蒙拐騙呀，就像這樣的，就是在這種盈利方式再去獲取一些手段的話是不可能了。然後還跟大家再分享一件事，就是從今年開始，也就是2026年開始，2026、2027到2028年這3年的時間就開始全部的業力清算，大家也能看到，就是天道老天在不斷的收人。然後首先第一個就是天災，就是地震呀、雪災呀、洪水呀等等，疫情呀、戰亂呀，所以說因為地球這個空間就像它已經容不下這麼多人，所以說上天收一批人。然後還有一點就是在這個期間，就是在這個之前，以前所有的所謂的就是用這個特殊手段去謀取的利益，就包括一些明星呀、網紅呀，就是賺到錢以後非常狂啊，像這樣的人，可能天道真的要挨着一個一個收拾。然後這3年，也請大家好好的珍惜這個福報，這樣才能夠擁有大的財富。我們老祖宗不是說，少年惜福，中年攢福，老年才能享福，最終善始善終。這是給大家的一點小小的建議。然後現在還有其他朋友嗎？有什麼問題？還有個這個觀眾他說，經常為情所困，反正就是這一段感情過去之後又來一段感情，總之就是很痛苦，在這個感情上一直就是受挫折。他是像這個怎麼從哪些方面怎麼去化解呢？想聽聽七姐的建議。他這個本人的話是比較善良痴情的，對待每一段感情呢都非常認真。那麼身邊又有這樣的緣，
這樣的缘分要一段一段的需要点醒他什么啊？需要他知道的，可不要这算是情执。拿不同的人来试炼他的话，要需要破情执。对对啊，对，他问的还有什么呢？这个情执是需要破的。反正就是一直就破不了，就非常的痛苦，每天就。也可以来跟我做个法事，给他来调整，可以也行。也可以。那我最好让他明天连个线。对，明天可以连线。具体的。那我再替这位朋友问个问题，就是一边破情执，他意思是我就不能碰到一个我对他好，他也对我好的嘛？意思这就是所谓的就是正缘，对对对对。有的啊，完了之后就可以了，会给他留一个正缘啊。OK。好，亲爱的朋友，完全放心哦，会有正缘出现的。还有吗？还有就是我们的田老师的桃花问题。行，就现场的朋友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问啊。这个桃花说了，这个3月份就应该会出现。3月份是吧？对，3月份出现，3月份。这是2月咱说阴历，我这边一般说阴历。如果是阳历的话，我会提醒我会提醒是阳历的3月份会有桃花，最近会出现3到6月份会有3朵桃花3个月3朵吗？对，会同时出现3月到6月份3朵是吧？对，有3朵桃花对。需要注意什么吗？去经历它，用心对待，这都是缘分。用心对待，这是你要过的要过的，里边有一个正的，有一个可以能修成正果。对。期待。这个正的长得怎么样？大概不一定，应该是我看一下，第二个脸有点圆，对，头发有六姐的长的一半。但不是卷发，短发，不是卷发，它长了一半，长发，就是到这里，不是烫的，不是烫的卷发，直的，直发，个子，比六姐矮那麼一丟丟，对，拿着我做比較了，是吧？是个圆臉，非常善良，比較有福氣相。那田老師還有什麼問題嗎？沒有，就等着3月來。3月。哎，是不是有首歌叫什麼？桃花朵朵開。是不是說3月什麼桃花朵朵開啊？是。對。那就恭祝你，就緣分來了要接。要注意的一點是，第一個比較會說，第一個比較會說，不要迷惑你的心智就好。你會到時候有抉擇，有困難。還有沒有朋友需要有舉手問財運是吧？江雪老師。江雪老師的財運6月。3月3月開始，6月到9月都是一個節點，都是往上走的節點。就今年運勢整體都挺好的。往上走的運勢，對，好，非常不錯的。具體哪個行業哪個方向有嗎？做你喜歡的，做你擅長的，就 OK。對，都挺喜歡。最喜歡的1到3個事情可以做，再多不行，精力跟不上的，你會一事無成的。哪個方位有嗎？你這都是全球的呀，你的資源一看都是全球的呀。全球通，好的。對，全球的，謝謝七公主。不用客氣。好，大家還有問題嗎？還有什麼問題嗎？這倆沒有問題是吧？沒有。這倆要
今天的直播就今天给大家告别，然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好，那大家好明天谢谢明天见。